野猪战群狼，为了生存极限反击，究竟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？一只饥饿的野猪甩开族群，独自到冰天雪地里觅食。它不幸的被同样饥肠辘辘的3只狼盯上了。狼训练有素，前后包围，野猪横冲直撞，激烈反击，眼看着一场冲突不可避免。那么结果究竟如何？是野猪逃脱升天，还是狼群获得美餐呢？野猪大家都熟悉，虽然是以吃素为主的杂食动物，但杀伤力丝毫不小，对人的危害比老虎和熊这样的猛兽都要高。它们最惹人注意的就是动辄300公斤的大体格子，这让它们拥有巨大的力量，并且野猪嘴里还有长达7公分的巨大獠牙，能够轻松贯穿对手的皮肉。矮小粗壮的四肢使得野猪的下盘极稳，还能为它们提供40到70公里的奔跑速度。搭配上它尖锐的獠牙和巨大的力量，连老虎都不敢跟它正面对冲。不只是攻击力强大，野猪的防御力也极为。它的皮肤非常厚，普通的对手很难迅速破开它的防御，并且它们平时也会有意识地利用打滚、摩擦、泥巴等来加固自己的防御能力。再一个，它们的脖子有短有粗，通常的锁喉手段很难发挥作用，无论是野兽还是猎人都很难快速杀死它。就连最脆弱的肛门部位，它都缩在身体内部，需要时才会裸露在外。因此，野猪要比野牛难对付得多。另外，野猪的性情也十分暴躁，受伤后的应激反应更是激烈无比。普通的野生动物受伤后会下意识的闪躲退却，但野猪受伤后却会变得更加狂躁，攻击性更强。如此厉害的野猪还经常成群结队的行动，这使得它们更加难搞。说完了野猪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狼群，它们的战斗力究竟如何？在跟野猪的冲突中，能否做到绝对碾压呢？自然界里狼的亚种很多，除了最大的北美灰狼外，绝大多数狼都属于中等体型的野兽，体重基本在30到40公斤左右，所以单对单的情况下，狼绝对不是野猪的对手，更别说占据绝对上风了。好在它们是群居动物，并且族群内部纪律严明，十分擅长团队协作。群居性也让他们的智商和社交性相对提高，懂得使用车轮战、消耗战等效率更高的方式进行猎杀。他们的性格十分狡诈，喜欢在夜晚偷袭，他们还喜欢跟猎狗一样通过掏肛和活吃等残忍的方式来杀死对方。犬科动物的特性让它们的速度和耐力非常强悍，狼群的腰部强壮，身体素质优越，极限奔跑速度可达60公里每小时，并不比狮子、花豹等猛兽差多少，并且它们的耐力要比猫科动物强很多，可以连续追逐猎物10几公里不停歇，直到对方精疲力尽为止。并且狼的战斗经验十分丰富，作为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泛的食肉猛兽，在自然界里它们经常跟棕熊抢食，跟老虎抢地盘，生存竞争非常激烈。在长久的战斗中，几乎每只长到成年的狼都有不错的战斗技巧和战斗经验。再一个，它们的感知非常敏锐，狼是狗的祖先，它们的嗅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40倍，可以闻到2公里外的气味。它的听力同样十分发达，能够捕捉到100米以内的脚步声，可以聚光的眼球使得它们的夜视能力非常发达，因此它们可以长久的追踪猎物。这样看来，野猪跟狼各有优势。当它们对战的时候，究竟谁能赢呢？被3只狼围攻的野猪能逃出升天吗？身处冰天雪地的环境，经过长时间的饥饿，野猪跟狼全都凶狠无比。野猪输了就是没命，狼输了也不怎么好受。长时间的挨饿受冻让它像一根绷紧的弦。很快野猪撑不住了，最先开始做出反击，在包围圈里横冲直撞。狼肃然围住了野猪，但依然不敢跟巨大的野猪对冲，时刻注意着躲避，这个了野猪逃跑的空隙。不过狼的速度、耐力和追踪能力都十分强悍，野猪无法快速甩开它们。3只狼依然紧跟在野猪身边，时刻准备找机会撕开野猪的身体。这种僵持状态没有持续太久，很快出现了另外5只狼。它们的出现代表野猪的生命进入倒计时，跟3只狼周旋已经让它消耗了不小的体力。8只狼的围攻它躲不过，被杀死是迟。野猪的肠子，最后野猪在痛苦中煎熬了几个小时，被狼群分食干净了。由此可见，狼的确是一种凶猛的掠食者，它们的单兵战斗力确实非常一般，比不过老虎、豹子等猛兽，就连豺、猞猁、美洲狮等中型猫科动物都打不过，因此被很多人低估了。但它们团结起来后，却能跟庞大的棕熊叫板，能捕猎野猪、鹿等比自己体型大很多的动物。